嗨，观众朋友，大家好！系人生法轮大法神奇系列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呢，他在这个中国国内呢也有很多这个音乐方面的历练。那目前他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电影配乐专业，是吧？焦幸福，你自己给观众介绍一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 Joseph。毕业于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电影配乐专业。哇，好棒哦！非常知名的、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学院。那您的这个艺术的天分源自于什么地方？这要追溯到我3岁的时候。从3岁起，那当时我学的是电子琴，因为家里面条件很有限。到了初中，因为电子琴它考级嘛，考完了之后就没什么可学的了。到初中之后就还是很喜欢音乐，就开始自己做原创音乐。然后到了自己就开始作曲了。自己作曲子，嘿，抱着个吉他就开始弹的。自己作曲自己弹。对，自弹自唱，然后还去巡回。也不是那种大巡回了，就是学校的联谊中学的联谊，然后就可以就组个小乐团、小乐队，然后就到处跑。那时候还挺开心的。然后到大学了呢，就还是学音乐。对，当时学的是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也是音乐教育，然后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呢，就做了音乐老师。对，把这个音乐又传授给你的学生对。那什么时候考入这个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呢？就是2016年，所以当时我和我太太就看到了在网上有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招生。多大？你可以介绍一下，当时那个时候多大？当时是27岁了。就看到有这条消息，那这条消息我就去试一下。我太太就跟我说，要不就试一下，反正不行了，回去继续当老师呗。我就准备了一下，然后就去考试。因为据说伯克利音乐学院它的招生呢，像谜一样的标准，很多明星去考都考不上，它录取率低于30%。对，老师是看你的条件。但是有一些很好的苗子，他虽然可能刚开始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有很大的潜力，那学校就会找他。所以那些老师很会看人。考试的结果怎么样？考试的结果，就当然很优秀嘛。就很优秀，当时考了之后，才过几周时间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那我们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像这样的世界的数一数二的这样的名校招生，他都需要那个考什么样的项目他需要，比如说你是考作曲嘛，是不是？对，考作曲。你介绍一下你的曲子。他第一轮面试，他需要弹一首自创曲，然后弹一首别人的曲子，就是名家的曲子，然后再和老师一起现场即兴合奏。然后他还需要在递简历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因为毕竟是作曲系嘛，所以他必须要有一首自己的原创的作品。那首。那你的原创作品是什么我的原创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在师父的引领下》。它是一首交响乐作品。这是怎么样的一首作品呢？这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得到的一个灵感。当时我的智慧得到开发，之前我不会做交响乐，也不会做任何这种西方的这种东西，就只会做一些比如说民乐呀，还有一些流行的这种音乐。就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然后整个智慧得到开发了之后，我就突然有可以做交响乐的能力和灵感，就讲起来是比较神奇的。就我对这个作曲我不是很懂那我想一首这样的作品是怎么样的一首作品，使你考入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知名的这样一个学校，而且就是说对你来说是蛮轻松的，是不是？
对，当时只花了2天就做完了一个交响乐。那一首正常的曲子，比如说哈，需要正常的作曲了，需要多久的时间？应该正常的话，应该将近1周的时间，因为从作曲、写曲、写谱子，然后到最后面，混音啊什么的，它可能需要1周的时间，是比较正常的。那他之前还有一个构思嘛，对不对？然后反复的修改，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我不晓得作曲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呢？对，构思是最大的困难，对于作曲家来说，尤其是对做音乐的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灵感。对。然后就是因为修了法轮大法之后，那开会，所以那个灵感就源源不断。而且我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完完整整的能够，就是那个灵感直接就往脑袋里面灌，就直接听到整首曲子，然后我就只是把它记下来。然后就这样胸有成竹的就去报考。那最后这个曲子就是说，那你已经考上了嘛？这个不用说了哈，就说这个曲子奏出之后，这个老师就是报考的老师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是入学了之后，来美国了之后，我拿这首曲子去给很多教授去听，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很多人就流眼泪了。他说，这个曲子是天上来的，这肯定不是就是地上的东西，肯定是天上来的。然后他说，这个你一定要多做，你一首太少了，你要多做。我们休息一下，我想我们要欣赏一下焦秀这首曲子，好不好？就这样，带着这首来自天上的乐曲，在师傅的引领下，周瑟夫从中国的一个小的城镇，来到了世界著名的伯克利音乐学院。那为什么从没学过交响乐的他，会创作出让顶级音乐学院教授们落泪的神曲？交响乐，在师傅的引领下，又记录了他怎样的人生经历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这个修炼法轮大法，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了哈。非常多的年轻人，在我的采访过程中也发现是这样。那你是什么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你一直是爱好音乐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和机会呢？接受这个大法？这个就要讲到，因为我以前也是学音乐的。那在国内的音乐学院，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艺术的氛围和风气都是非常腐化的。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却登不了大雅之堂。那一些邪门歪道的
一些有伤大雅的这些东西，却能够非常卖座。很多人很多明星啊什么的，其实他们不是真正会唱歌的，他们却很受追捧，很受欢迎。那在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当中，会养成很多不好的风气，比如说抽烟、喝酒。当时我也染上了这不好的风气，这种习惯，就是经常吸烟，跟同学去喝酒啊，每天都喝很多酒。那个时候，你刚才说的是在国内的音乐学院，对，音乐学院嘛，对吧？那时候也在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每天得吸2包烟，才能够觉得吸烟能够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有灵感之类的。其实呢，自欺欺人嘛。但是那个抽烟抽的那个劲可能很狠啊，所以那个嘴唇啊都是这个紫黑色的。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时就是我记得是08年，年末，08年年末的时候，然后我就得了一种病，叫做大叶性肺炎。它那种病呢是很急性的。它一发病起来，它会持续的高烧不退，然后就那个肺会化脓坏死。当时我就得了这种病，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就是咳嗽，刚开始咳嗽，然后在宿舍里边呢，就是持续1个星期，连续发烧39度到40度。到后来，我的同学，当然我也上不了课了，那我同学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妙。就打电话给我父母，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然后医生说：“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呀？一周了之后才来，太晚了。”然后当时一拍片子一检查，我的肺部75%就化脓坏死了。哎呦。当时呢就到后面越来越恶化。这种病呢它是没有特效药的，它只能靠打这个药水呢，也是葡萄糖啊这种，只是把这个生命维持着，然后让自己的免疫系统、自己的免疫力把它慢慢的排掉，所以它的死亡率能够达到超过60%。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这种大叶性肺炎。那后来你怎么样的呢？怎么恢复的耶？后来呢，就是当我很难受的时候，连呼吸就那么吸那么一点气的时候，就已经剧痛了，就已经呼吸不下来了。当时我就想，我20多岁，那我还没活够呢，你的人生不会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吧？当时就挺不是滋味的，心里边。这时对周索夫的病情，医学已经没有回天之力，剩下的只有靠他自身的防御功能、免疫力来抵抗和排除入侵的细菌和病毒了。可是当时的他，呼吸已经极度困难，呼吸一下肺部就剧痛不已，他已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那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后来呢，我的女朋友还有她因为她全家人的修炼法轮功，当时我也知道有人跟我讲了真相了，所以我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但是当时我还没练。那是什么时候呀？哪一年？08年的时候。2008年。对，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练，但是我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了。因为就说到我女朋友吧，我女朋友和她的妈妈来到我的病床前，
他们看到我这么严重了，所以他们就过来看我。他们就当时挺危险的，冒着那个环境，因为国内的迫害形势很严峻，所以因为医院是个公开的地方，那他们就不顾这个危险，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这句话能救人，灵验，不需要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念这句话。当时我很怕呀，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压力，我一直不敢念。他们就说你在心里面默念，你不用喊出来，你在心里面默念就成。哦，对。然后我就说，哎，默念那行啊，反正我默念没人听到啊，那我就默念，我就从早一直念到晚，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因为人嘛，到了绝境之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就不会松开了。就一直默念。然后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这是最后一招了。当时我也难受的不行了，很难受了，人就全身没有力，软软的，就躺在床上了，根本动不了。然后到晚上，在半梦半醒的这个状态，然后就觉得全身呢，就好像那个电视机的那个荧光屏，就没有信号的时候，那种没有信号的时候的那种画面，一个一个小金点，但是金色的，那电视机那是银色的那个，但是我这个小金点，然后就全身都好像在打仗似的，有被电的那样，觉得哎呀，好像被电的感觉。我说哪来的电呢？也没有电，我躺在病床上。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看到身后出现一个2层楼那么高的巨大的金色的大齿轮，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一直在旋转着，还带有非常浑厚的转动声，发出金黄色柔和的光芒。便不由自主地将手伸了过去。当触碰到这个法轮的时候，我发现它居然可以穿透过去。于是呢，我就慢慢地将身体融进了这个法轮里。当进入法轮时，感觉从未有过的温暖，全身每一个细胞就像在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的感觉，但身体却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安静。就这样，他静静地感受着那种奇妙的感受，直到突然间，大法轮不见了，万籁俱寂。他轻轻地睁开眼睛，肺部不疼了，呼吸也不困难了。就这样，他仿佛一切都是新生的。然后我就可以下床了。当时我就下床，我爸就吓一跳。我就说，哎，因为他陪床嘛，在医院陪床，他就说，哎，怎么你下来走了？然后我说，对啊，然后我就开始吐那个痰出来，就一碗一碗的吐了好几碗，黑色的那个浓痰，吐了就去厕所去丢，就这么吐，然后就
病情马上好转，那肺就不那么难受了。然后第2天、第3天、第4天，直到1周之后我就出院了，就1周就出院了。对，然后那医生就觉得你怎么好得这么快？他们觉得怎么好得那么快？我当时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好得那么快。然后那医生就说，那出院了之后1个月之后要回来复查。一般得了这种大叶性肺炎，他那个肺部会化脓会积水，所以他会留下后遗症。一般都会有一个阴影啊什么，就会有后遗症。它坏死了嘛，它好恢复了之后，就像人那个有个伤疤，所以它会结疤的这种。那1个月之后回去一拍，整个肺部那个 X 光片子，它是全部是乳白色的，就是透明、透亮、乳白的。然后那个医生说是不是拿错片子了？然后这个是完全健康人的肺，没有吸过烟的健康人的肺。光洁透亮。对，光洁透亮那个肺，根本就没有吸过烟的那种，就很漂亮。他说哇，你怎么做到的？这个就是大法的神奇。这仅仅是一例，然后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哎呀，我想观众朋友，你听到刚才焦师傅他讲的这个默念法轮大法好，改变了那个大叶性肺炎在医学上已经是没办法就是有效的这个医药去治愈它。默念法轮大法好，他的身体就恢复了这样的健康，他真的不得不让人相信啊。对，然后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如今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武汉爆发的这个肺炎，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奇迹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对，之前我不相信，但是发生在你身上呢，你不得不信了，是我亲身体验过的。那大家呢，这个也是很严重的肺炎呢。那武汉的爆发的这种非典型肺炎啊，这种，而且是没有办法确诊的。我就建议大家能够试一试，诚心念一下法轮大法好，真的奇迹就会发生。对，不只是念，而且你念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个法轮大法是真的好，还是说像中共谎言宣传的那样，真假就分辨出来了啊。焦师傅呢，他以自己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告诉大家，哇，真的是非常感谢真的是非常感谢。在我大叶性肺炎好了之后，当然我也知道了这一个灵丹妙药了，所以我每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像护身符一样，一直常年就这么保持到现在。那后来呢，就我病好出院之后了，然后我的女朋友这就送了我一本这个大法书转法轮，金光闪闪的。当时我就如获珍宝那样捧在手里面，然后就很快就把它读完了。读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真的是宝书一个，里面的奥妙、玄妙、宇宙的天机，尽在此书中。修炼之后，法里面要求，书里面要求我们要做与人为善的人，处处事事要考虑别人，对，要做一个为他的人，无私无我的人之后我就开始改变了，就开始改变为他人考虑了。以前都是很自私的，都为我。那个就是人不为我，天诛地灭。以前真的是我的座右铭，之后就改变了，改变了，就觉得人要为他。人不为我，天诛地灭，那个也是中共的一个教育方式，是不是？那时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还说，这就是真理啊！人不为我，天诛地灭。哎呦！当时我一学到了，你看就对我们的毒害那么严重。然后学了大法之后才知道，
如果每个人都为别人好的话，那你对别人好，别人对你好，那你自己不也好，整个社会就好了。那自然那种什么偷盗啊、抢劫啊，社会的整个治安环境啊，不也就好了吗？对，就是说那个修炼之后，你看这个法轮大法改变了那个 Josie 的这个人生哈，可以说他的世界观从里到外身心的变化，身体的健康，心灵的这个改变哈，真正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哇，你说这样的年轻人哈来讲，你说你的父母是不是很放心啊？肯定很放心了，因为大法给了我第2次生命。哎呀，真是太放心了。所以说，身体健康有保障，然后呢，自己的前途我想也是无可限量的了，真是这样啊。那好了，那非常感谢教授今天上我们的节目，把你这么好的这个人生故事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周旭福啊，在他这个性命的紧要关头，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回了他年轻的生命。这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里边啊，珍藏着宇宙纯正的能量。只要您诚心的敬念，不但呢能解人于危难之中，而且在这个茫茫的黑暗之中呢，它会照亮您脚下前行的方向。好了，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节节目时间再见。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知难有真相。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知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望开有一面，快快照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望开有一面，快快照真相，快快。